大家好，我是小猪。韩红填补了女性没有灯的空白，以一己之力开启了女灯赛道。虽然老灯不分男女，但韩红明显对这个赛道进行了细分。要不我说汉字博大精深，先人还是太权威了。我到现在所有的乐器都没有学过。但是你上手就会。就没法解释吗？是，因为我见到数字会念哆来咪。在更小的时候，有可能在3岁什么的，就开始。女灯和其他灯一样，外在表现都是又装又吹，好为人师，自以为是，油腻，吹牛，灌鸡汤。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你们谁都不懂，就我懂。不觉得有谁唱得比我好，到今天我也不觉得有谁唱得比我好。你谁超得过我？你给我找出来一个，没有。韩红最引以为傲的唱歌都不能细究，她所有的代表作都是别人唱过的，而且都比她唱得好。我会自动退出舞台，绝对不会骗大家，我绝对不会假唱还您，这一辈子都不会。黄昏我站在，他一直说自己是创作型歌手，我是真不知道他写过什么歌。青藏高原的原唱是李娜，巅峰时期出家，韩红摘了桃子。天路首唱是巴桑，韩红在春晚唱火了，她说她买下了版权，但词曲作者亲口证实版权一直在自己手里。青藏高原里，李娜的唱功在她之上很远。李娜是真正的学院派唱法，业界公认的标杆，混声技术成熟，头腔共鸣扎实，高音靠气息稳稳拖住，但又松弛到让人觉得毫无发力感。民族韵味和流行叙事浑然一体，所有技巧都隐于作品中，真正的听觉大保健。韩红其实和张杰一样，都是小细嗓，没有力量感，又爱炫技，强混痕迹明显，一到高音就偏紧，让人有种要拉裤子的提心吊胆，很犟气。那就是青藏高原。可是为什么这么犟气，大家反而喜欢呢？因为学院派看重歌唱技术的无痕和艺术留白，大众的欣赏水平只停留在了唱得高就唱得好这个层级，听觉冲击是最廉价最直接的刺激。太好的东西吃不懂，就只配吃盖浇饭。而且韩红在唱歌上吃了外貌的红利，国人对外貌有种反向歧视。如果一个美女用小细嗓夹着飙高音，肯定会被打成偶像派。杨钰莹就吃了这方面的亏，她是真漂亮，也是真会唱，比韩红都唱得好。可是韩红光站在那儿就有种实力派的感觉。韩红过去10几年在民间积累了极高的国民好感度，这么多年，在大家心里，她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歌手，她还是一个倾家荡产做公益的圣人。这种被打造出来的道德完人光环，是她最宝贵的资产。但当她把这种国民公信力挪用到为一部商业电影拉票房，这招烂手回冬，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强烈的背叛的感觉。公众出于信任，给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款，
是因为他和别的明星不一样。结果韩红现在为了圈内的资本和人情，消耗大家对他的信任来变现，滤镜就破碎了。大家就会想，既然你会为了商业利益站台，那你基金会里到底有没有猫腻？你平时那些感动我们的画面，是不是也是在作秀？拔出萝卜带出泥，他的基金会会被拿着放大镜去查账，就是人性的连锁反应。现在再回头看事发后他的这份韩红基金会说明，就会发现他的每句话都是在针对性的危机公关，但因为是公关文，难免会利用修辞来避开核心问题。声明的第一句话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独立运营的5A 级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与韩红老师个人分属独立法律主体。这是公关文常见的一种叙事手法，一上来就先表明立场，撇清关系。所以这句话的核心是，韩红与基金会是独立法律个体。韩红为冯小刚站台，让大家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原来韩红在本质上和冯小刚是一伙的，他们都是那个名利场里的自己人。因为在台上他本人站在资本这一边，那在台下民众募捐的每一分钱都变得可疑起来，这几乎是一种逻辑的惯性。那作为普通民众，无论是平时被号召捐款的爱心人士，还是首映礼上被号召买票的兄弟姐妹，在他们的立场里，都可以被视为随时用来收割的工具人和提款机。这种关系对基金会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立刻切割，并告诉大众，韩红接商演，这是他个人的事，跟我们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虽然韩红和慈善基金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在品牌和信用资产上绝对不是独立的。到这里来拉关系的，明天可以走了。第二，在这个团队对所有战友不好，对病患不好，有态度，明天可以走了。第三，晚上不可以搞小团体出去吃饭喝酒，就是没出事儿，第二天浑身酒气，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如果你穿着这身衣服，就请你言行注意，因为这是韩红团队。另外我再多加一句，这韩红团队早已经不属于韩红一人了，这团队300个人，每个人都叫韩红。这个基金会的全称就叫做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这些年，基金会能够一年募集几个亿，甚至在2025年突破了7亿，靠的不是这个机构的投资回报率，而是韩红这2个字背后的个人信用背书。你不能在筹钱的时候把韩红的道德光环和基金会深度绑定，而在出事的时候又立刻搬出法律条文说我们是两码事儿。这种收益归绑定，风险归切割的双标逻辑站不住脚。更何况按下韩红和基金会深度绑定的事实不表，每次救灾或者带队外出，韩红都是基金会的头面。他带着护腰，吸着氧指挥救援，确实挺让人心疼的。但事实上，他其实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做，因为他来救灾，别人又来救他，表面上鞠躬尽瘁，实则很荒谬。这荒谬程度就像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郑州大水，他带着王一博坐皮划艇，另有一条艇用来拉工作人员拍片，他其实也不必这么做，因为他占一个席位就要少救3个民众。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他拿着手电筒看病人瞳孔反射的照片，我是真没绷住。早年明星爱用化学装逼，化学5煞才横空出世。双目含情，
用鼻子汲取迷之粉色液体精华的不老男神小智，在一排多巴胺色试剂面前，手执胶头滴管，眉头紧锁的美男子阿峰，麻花辫背带裙，森系女孩一鼓作气吹灭酒精灯的阿烟，装都不想装了的世纪金刚狼阿鲁，想喝世纪但太烫，只好俩试管倒着令其快速冷却的大伟。到这里，装逼已经进化到眼睛和手各司其职的境界。张鲁一和佟大伟都是用蛇形冷凝管，这让我发现了一个冷知识：蛇形冷凝管应该是所有化学仪器中长得最时尚的。如今再看测瞳孔反射和量血压的韩红，我已经无法掀起波澜，滚！行吧，咱是见过装逼世面的人，妹子这一生就没怕过。但是千算万算，怎么都没算到，装逼的歪风还是吹到了我们医疗圈。基金会组织过百人援藏、援蒙等大型医疗活动，请大批专家在暑期前往草原，为牧民检查身体健康。这是非常能吸引眼球的宏大叙事，适合大唱赞歌。但是这背后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就会引出，比如这些专家都是在医院工作，不管是坐诊还是巡诊，每天大概会服务几十个病人。去草原这半个多月，这些病患怎么办呢？其次，牧民不是圈禁的犯人，有病痛他们自己会去医院看病，在家里待着的基本都是健康的牧民，需要这么多专家级的医生跑去给健康人检查预防吗？韩红的基金会基本都是帮扶新疆、西藏、内蒙等边疆地区，但众所周知，这些地方向来是国家财政扶持的大项目，补贴一直都有倾斜，其实并不贫穷，甚至可以说富裕。甘肃农民打工都往新疆跑，因为农活多，能挣到钱，从未见过新疆人跑内陆打工讨生活的，除了切糕和烤馕大军。但这些人是凭手艺吃饭，就赚的是物以稀为贵的钱。一堆人开比亚迪去扶贫，到那儿一看，路上跑的全是巡洋舰，直接懵逼了。真穷的其实是内陆，比如山河四省、中原地区的城市农村。韩红给边疆老百姓的捐赠属于锦上添花，但救助的本意其实是雪中送炭。另外，韩红基金会一般会给医院捐救护车，给医生捐出诊包，也有给基层医生培训的项目。这个操作我其实不太能看得懂，就好比一个穷人饿得吃不起包子，韩红看到了特别难过，就给包子铺捐了10个笼屉，而且这笼屉还是别人凑钱买的。月捐人的钱被韩红基金会买了救护车，救护车送到医院，月捐人如果病了，用救护车也付钱给医院，到头来韩红基金会赚了名声，医院赚了救护车，商家卖救护车赚到了高额利润，只有月捐人受伤的世界产生了。说韩红不免要说李亚鹏，李亚鹏这人抽象归抽象，但他的慈善我看得懂，就是唇腭裂儿童能免费做手术。去年因为房租问题，李亚鹏火了一把，因为很多唇腭裂手术受益者都站出来讲述自己被救助的经历，给李亚鹏背书。那些微小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稳住了他的名声。李亚鹏不仅没他，反而口碑反转了。从前啥都卖不出去的人，忽然就直播间卖爆了。那次不仅没有人质疑他的基金会，反而把他房租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也算是他这些年默默行善的回报。李亚鹏的女儿出生就是唇腭裂，这也是他当初成立基金会的初衷。也因为女儿的这层关系，我想李亚鹏就算穷疯了，也不可能打基金会的主意，毕竟有为女儿祈福这个层面的考虑。你还别说，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么点信仰和因果的制约，就能让人守住底线。这么多年，李亚鹏给人的印象是个又努力又失败的商人，顶多有些气大无脑，爱说大话，但除此之外也挑不出其他的大毛病。而且李亚鹏也没拿慈善炒作，也没在节目上说基金会没人捐款，还差多少款项没到位之类的。哎呀，筹款越来越难了，就连我们过2天要去甘肃藏区的钱还没筹到呢。多少钱？200万。现在没有人愿意捐钱。你为什么不可以找大亨？我不认识啊。你说你不认识大亨，谁信啊？我真的不认识。你退伍之后，华路百大公司邀请你去做董事长 CEO。对。看到媒体报道说是，其实最大程度是看中你的人脉。我不知道，反正我什么也没干。你还是他们的股东哦，是大股东，占51%的股东。是。李亚鹏都亏成什么鸟样了，但嫣然基金一直没停，钱都是靠他化缘凑起来的。这不，他有困难，窜出来一堆兔唇康复者给他喊冤。要不是去年欠租事件出来，人们好像都忘了他做慈善这件事儿。毕竟李嫣都20了。要我说，李亚鹏快把什么白茶、紫砂壶、拎壶冲这种老登生意都结了，镀脸那得大度一下，从抄就业拍短剧吧。我早说过，李亚鹏是潘驴邓小闲5项全能，有这天赋还做个屁生意。男色才是最能让他绽放的赛道，加上他充满磁性的胸腔共鸣的男中音，不出3日保准迷死一堆富婆。李亚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一对唇腭裂患儿的家属，说自己女儿5个月查出来患病，劝他们不要自责。我们一样的信仰的力量，我们一样的，我们是5个月的时候发现的，但是我们也决定把它生下来了。而且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我女儿的时候，我也受不了。你们今天跟我不一样，是我可以给你看看，就是你的小孩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就是他18岁，他生下来的时候比他还要更严重。你们现在这个只是一个单侧，我女儿是双侧，就是比他要更严重。我们生下来一个宝宝是唇腭裂，跟你们俩没有关系，因为大自然动物界也都有这个情况，所以你们不用去责怪自己，你们旁边的亲戚朋友也不用去怪他们俩。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传说，说唇腭裂的小孩是被老天吻过的，所以你们身边的亲戚应该要帮他们父母俩一起去照顾好他，然后我们也会照顾好。你还别说，鸟哥这语重心长，这口才和情商，听我一句劝，赶紧去崩富婆吧。别说医院那点租金，就富婆们随便凑个份子，都能把整栋楼买下来，然后求你笑纳。声明第2条提及，针对网络舆论中有言论恶意捏造韩红老师旗下有公司与基金会开展关联交易，存在利益输送，存在黑箱操作等虚假信息，该内容完全失实，纯属恶意污蔑与抹黑，我们将依法坚决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对于涉及核心财产清白的致命指控，最有效的公关是直接晒账本。如果有人质疑你嗑药，你应该做的是接受尿检，而不是把检测器砸了。既然全盘否认，最简单的做法是公布前5大采购供应商名单、救护车采购中标单位以及股权穿透图，直接证明这些供应商与韩红及其亲属、核心高管毫无商业关联。然而声明只停留在强硬的口头否认层面，这在高度不信任的舆论场中威慑力大打折扣。韩红基金会在2025年给一家叫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司付了2000多万购买救护车，这是整个基金会年度第2大的支付对象，占韩红基金会的年度总支付额的 8.59%。但是根据查询，这家公司总共就2名员工，实缴资本只有10万块钱。
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公司，可以收韩红基金会2400多万提供救护车。不仅如此，韩红基金会还给这家公司转过另外2笔，分别是2016万和3389万的庞大资金购买救护车，合计下来小1个亿。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韩红的基金会不能像李亚鹏一样帮扶个人。个人等于穷鬼，帮穷鬼那是真帮，要白花花的银子定点给出去，统战价值肯定不如单位。采购可以走采购价，你帮个人怎么运作呢？而公开招标的医疗器械企业，以这家石家庄力图医疗器械贸易公司为例，注册资本50万，员工0，成立时间是2024年。行吧，我都能想象出这公司是多手忙脚乱搓出来的。另外，在年报中可以看到，基金会的供应商都是小公司，最大的一家参保人数也不过9个，其他都是2人转，还有2家小微企业，俗称个体户。基金会也从未公示过采购的招标和竞标情况。一边是趴着7亿善款，还有100多万人的每月持续打钱的基金会，而另一边是这些寒酸的皮包公司。这衣服挺好的呀，孩子，你买吧，穿着还显瘦了还哦，你不用绕这嘎，你不用看哦。你说这衣服小，一点都不小，夏天这衣服小什么呢？还感觉有点紧。这是弹力的，孩子你没看吗？这是弹力的，哎，你看看，这是弹力的，真显瘦，显瘦，孩子哦，不显瘦阿姨都不卖你。年度报告里还有一个数据，韩红基金会捐赠1辆救护车，救护车是13.2万元一辆，但是基金会的支出居然有1.8万，也就是说，我送你1辆车，我得花费1.8万的执行成本。这成本包含的不是别的，而是差旅费、人员费，这样合理吗？此外，捐赠救护车这件事儿本身的逻辑也值得想一想。救护车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本来应该由当地财政负责采购，老百姓使用救护车是要付费的，这不是免费的公共服务。把普通人1块2块凑出来的捐款，用来给地方政府补充本该由财政承担的设备，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公众也有理由问一问。声明的第4条里说，我们做了1对1个体救助，出于对受助者个人隐私保护的考量，相关救助案例未做大范围公开宣传。其实现代慈善的透明度规则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就是脱敏公开，如王某某，男，某省某市，白内障手术资助3000元。绝大部分公募基金会的项目都是需要脱敏后接受公众查询的，把隐私保护作为不公开与不宣传的唯一理由是非常牵强的。韩红有一个爱好，现场捐。谁有钱借我，我还给你们。1000 ，OK。3000，谁还有钱借我一下？3000，刘军长。1000找，1000找500找。如今中国的支付环境，真有人出门会带现金，并且带这么多吗？还要恰好都在韩红身边，还要快速交给他，我就纳了闷了，这些人都不犹豫一下，不数一下钱吗？这个钱是我给你的，妈妈拿着。韩红也不登记，就一股脑塞了出去。他难道不担心自己记混了吗？借的人难道不担心还错了吗？妈妈拿着，啊，不客气。好，对不对？你要记得我啊！啊！嗨，你说我较这真儿干嘛呀？感动不就完了吗？一家人全靠一个小商店维持基本的生计。韩红当即决定现场为这位患者和他的家庭捐款。谁有对讲机？老白，关律。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们全队现在现场发起一个募捐。我们不羞不相脸的，真是。你看看这些好心人，谢谢，更谢谢我们好，谢谢没有来帮弟兄们，给我捐！令人感动的是，义诊现场的许多志愿者、车手、医疗专家、媒体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捐款。很多现场服务的志愿者们把当时身上能找到的钱都捐了出来。不要再跟大家要。我忽然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老爱整现场捐这一套了。月捐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现场募捐让这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了。它让你亲眼看到钱是怎么汇聚起来，经由韩红交给一个可怜人。这么做既能安抚已经成为月捐人的心，你看你们的钱是这样被我送给有需要的人，又能让还在犹豫中的潜在月捐人下定决心。你们可看清楚了，韩红我绝对一只手进一只手出，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绝不雁过拔毛鸡过掏蛋。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掏口袋了。成功的商业营销不用声嘶力竭的吆喝，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程度很低的韩红可能不懂 marketing， 但毫无疑问他懂人性，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接，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的人。所以我们的钱拿来，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我们就到学校去；我想帮助老人，还帮助这个云南盈江的啊，四川这雅安的，哎，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针对他的意愿，去做这样的服务，已经做到了精准扶贫。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